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心灵咒语，我是王丽慧律师，也是王丽慧医师。连续2周跟各位提到肾丝球过滤率，如果肾脏功能恶化，你的肾丝球过滤速度就会渐渐的下降。那如果你的肾丝球过滤率突然暴增，是不是就表示呢，一定是好事呢？假使你有糖尿病的话，这恐怕是一件坏事，因为这个表示呢，糖尿病肾病变开始了。那我们可以说呢，糖尿病是一个可以带病延年的一个慢性病，你只要好好的控制，它不伤害你的性命。但是确实啊，有糖尿病之后呢，很容易有共病，比如说呢，糖尿病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别人的2倍，他的失明的风险是别人的4倍，中风的风险是别人的5倍，最可怕的是呢，肾脏病的风险是别人的20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糖尿病的这个高血糖的问题啊，就等于你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都泡在糖水里面。那么肾脏呢，就是一个密密麻麻充满了微血管的一个器官，然后它又非常的劳累，整天一直不断的帮你过滤，工作量非常大。如果你把它泡在糖水里面的话，很容易它就失去它的功能。所以糖尿病的人里面呢，有40%最终都会演变成糖尿病肾病变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在所有新发生的洗肾的患者里面啊，有1半啊，他都是因为是糖尿病造成他的这个尿毒症，然后呢，肾呢完全的衰竭，所以他必须要洗肾。那你就知道糖尿病肾病变有多么的严重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所谓糖尿病肾病变啊，它的早期征兆是什么呢？它最让人疑惑的呢，就是呢，它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让你发现肾丝球过滤速度下降，而是肾丝球的过滤速度上升，比一般人还要好。因为呢，在这个早期的这个时候啊，它会肾丝球肥大增生，肾脏肿大，变比较大颗，然后循环的速度就变得很快，然后甚至就是帮你把尿毒洗得很干净。那你以为你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，其实它已经就是往着一个快要坏掉的方向去走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，糖尿病肾病变啊，也分成5期啊。第1期就是所谓的高过滤期，高过滤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肾丝球过滤速度变快了，这个时候没有蛋白尿，也没有白蛋白，也没有症状啊，然后肌酸酐也都正常啊，完全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莫名其妙的，肾丝球过滤速度怎么上升了呢？然后第2阶段的话呢，是静止期，这个时候呢，肾丝球过滤速度可能会下降一点，就是回到正常状况，肌酸酐啊、尿毒也这些也是都正常的。那白蛋白就是尿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白蛋白，它是时有时无，它也未必见得常常都有，这个时候也不容易观察到。那么到糖尿病肾病变的第3期的时候，就是呢，肌酸酐也还正常，肾丝球过滤速度也还正常，但是我们在尿里面就开始已经发现有微量的白蛋白了。那么每分钟可以到20到200 milligram 200毫克这个意思。那每分钟20到200毫克是怎么计算呢？就是呢，24小时所有的尿液都把它存起来之后呢，然后看收集到这个白蛋白的总量，然后再除以我们一天是1440分钟嘛然后再去计算这个平均的一个每分钟是几毫克这样子。那到这个第3期的时候呢，白蛋白就不是时有时无了，是确实测得到的，这个时候就是正式的进入了糖尿病肾病变了。那到第4期的时候呢，就是真的高血压也就出来了嘛，因为这个血管微血管都受影响了，肾脏受影响了，高血压就出来了，然后这个白蛋白呢就可以到每分钟200毫克以上了，然后这个肌酸酐也就开始就不正常，尿毒也就不正常了再来呢，糖尿病肾病变的第5期就是要洗肾了，已经就是肾衰竭了这个人就是尿毒症这样，整个就已经就不行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在我临床上的一个案例呢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去年8月来的时候呢，他一来的时候，他这个糖化血色素就已经到了10.2，然后他的这个空腹血糖的话是289。那他呢，在这之前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，之所以会发现，然后要去检查，就是因为他发现他的尿有蚂蚁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呢，他的尿液里面的这个糖分是4个+。
可是你再看一下它这个时候的肾丝球过滤速度呢是106，这是完全是正常的哦，看不出来任何的问题。哎，那它之前到底已经血糖高多久了呢？恐怕有好一阵子了哦，因为这个糖化血色素不是短期的事情嘛，它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了。那会到10.2也是蛮严重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3个月之后，我们就再帮它再追踪检测嘛，它这个时候尿里面的糖分就已经完全没有了，因为开始进行治疗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糖化血色素有渐渐的开始下降，就下降到8.5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肾丝球过滤速度120几，也还算 OK 哦，我们没有觉得好像很明显的什么情况不好。但是我们呢，这个时候去看它尿液里面的白蛋白也还好啊，所以是没事吧？感觉好像肾脏的功能是都很 OK 的哦。好像他之前糖化血色素到10点几啊，然后血糖这样280、300，好像没有在肾脏造成什么影响。可是你再继续看，然后到今年2月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尿液里面出现了很微量的白蛋白30，这个时候的糖化血色素呢，在持续的下降啊，已经到了6.5了嘛哦。然后我们去看它的这个肾丝球过滤速度120几，感觉也 OK 啊，可是就是出现尿里面那个白蛋白30。但有时候可能尿液会污染嘛，沾到一点什么也有可能，所以这个30也不是24小时的尿液检测出来，这只是单一一次性的尿液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觉得就是要小心谨慎，但是还不至于就是直接跟客户宣布说你有糖尿病肾病变，然后一直到现在3个月之后，到今年的5月的话，我们再看。尿液里面的这个白蛋白已经增加到80了，然后这个时候的肾丝球过滤速度就比一般人还要好，就往上冲到了140几啊，那这个就觉得不对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它的糖化血色素是越来越漂亮的，就到6.1这样。那尿毒的话，反而还是呈现一个低的状态啊，比一般人的尿毒还要低，所以你看到上面写一个 L， 看肌酸酐还有看这个肾丝球过滤速度，你以为他的肾脏是比正常人还要好呢？其实不是，其实是他要开始糖尿病肾病变，这个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很明显的警讯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跟各位讲啊，一般人来讲，你的肾丝球过滤速度维持100以上 OK 啊，但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，你的肾丝球的过滤速度突然暴增，你真的要非常的小心。还有就是呢，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只是去看你的肌酸酐，然后用你的肌酸酐去计算你的肾丝球过滤速度，你是必须要验尿去看你的蛋白质有没有从肾脏漏出去。正常的情况之下，肾脏会把蛋白质呢是吸回来的哦，它是不会让它漏出去的。所以在尿液里面如果看到有蛋白质的话，就是表示已经这个漏斗已经有点不对了哈，漏缝啊，这样缝太大了这样。所以我们跟各位奉劝就是呢，如果有糖尿病的话，你的血糖真的要很认真的控制。这个明明是一个可控制的病啊，虽然没有办法让你痊愈，但是你可以带病延年。那么请你呢，这个空腹血糖呢，至少维持个130以下哦。我常常看到这个客人他的血糖就是140、150，然后他也不吃药，这样他不以为意。然后再来的话，你的糖化血色素你至少就是维持个7以下。接下来是血压，因为呢，糖尿病肾病变也会造成血压很不好哦，因为这个肾脏也会使你的血压升高嘛。但是你血压高的话，又会让你的肾脏更不好啊，因为血管都很硬啊，这也会让你这个过滤速度更不好。所以呢，血压也要控制好，请控制在130到80啊，就是呢，收缩压130，然后呢，舒张压80，控制在这个以下，这也是可控制的。现在有许多的方法控制你的血压，所以呢，不要就是呢，一直去抵抗这个吃药哦。虽然你们担心这个吃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降压的话，你的副作用可能更大。接下来的话是血脂肪也要照顾好，因为如果你这个代谢症候群的话，也会让你的这个肾功能更加的恶化，所以血脂肪也要控制好，特别要控制的比一般人更严格。一般人的话，这个坏的，也就是所谓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呢，控制在130以下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有糖尿病的人呢，请你控制你的低密度胆固醇控制在100以下，然后你的这个三酸甘油酯也请你要控制在150以下，务必小心谨慎，非常的不可不慎。谢谢各位。